大人，真的，知道了。给我走！大人，好，回去吧。是。如何？里面堆满了粮食。太好了，他们现在啊，一个都逃不掉了。我们守在此处，找个人通知州衙。哎，用不着了。汤大人，你的病好了啊？没错。哎，朱捕头啊，这座民宅同样被州衙查封的吗？是。里面同样没有任何东西。应该没有。那麻烦朱捕头撕开封条，本官要去查看。汤大人，还是等程大人回来再看吧。住口！里面分明藏着来路不明的粮食，事到如今你还敢抵赖？属下不知道啊。那你为何匆匆赶来？属下私藏公粮，贪污渎职，朱刚，恐怕你性命难保。那都是程大人交办的，属下不敢不从啊。虽然如此，但你也是难脱罪责，将他拿下。是。汤大人冤枉！汤大人冤枉啊！你冤或不冤，等程元回来，立刻明了。走走。汤大人冤枉啊！冤枉！少爷，你刚才真威风，把朱刚吓得魂飞魄散，让人看着都痛快。那就叫官威。以前我在老爷身上也看到过这种神态。其实无所谓官威啊，当时我只觉得有一股气往上冲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你理直气壮才会这样，而且说实在的，像朱刚那种做贼心虚的人才会被吓到。通常面对正义公理的时候，他们是无所遁形的。这种事情也常发生在包大人身上。提起包大人，我反而担心，虽然刚才是大快人心，但是毕竟违背了包大人的交代。你没有做错事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现在朱刚已经被你压起来了，而程元藏匿的粮食也被你发现了。还是要让包大人先知道，免得事出突然，破坏了他整体计划。反正你现在已经露面了，不如我们去州衙找他们。唐大人，你的病好了？下官在城内发现州衙私藏的大批粮食，已查封现场，并将捕头朱刚扣押。至于程大人，且慢，都进州衙之后再说。包大人，汤同判，本府说的话，你可是没听见？是。程大人，本府正要听你的解释。包大人，下官实在不知道该解释些什么。好，那本府就逐一询问。城郊湘军的冶炼厂究竟发生了何事？包大人，下官是和您一起到达现场，在此之前，下官未曾接到任何禀报。
下官真的不知道。熔炉尚有余热，湘军正在进行什么工作？难道你也不知？也就是做些农具、兵甲之类的，不会有其他的工作。那却为何在现场发现遗留下来的新铸铜钱？鲍大人，这件事情下官的确不知道，也许是副指挥郑红干的。那郑红不见踪迹，连场内士兵也全无一人，只有地面留下血渍，又如何证实是郑红所为？鲍大人，只要找到郑红，下官和他当面对质，就可以证明下官与此事并无关联呢。那就等郑红出现之后，再来与你对质。是。大人，那郑红分明就是谭护卫，本府理当让陈大人有辩白说明的机会。陈大人以为如何？是，下官问心无愧。至于州衙私藏粮食之事，你又怎么说？鲍大人，这一定是朱刚偷偷犯下的罪行，下官一定查明惩处。可是朱刚说明明是你的主意，他只是奉命行事。鲍大人，朱刚一定是眼见唐大人发现了他的罪行，为求保命，所以诬陷本官。那请包大人明鉴呐。那就必须要陈大人与那朱刚当面对质了。可是朱刚一定会一口咬定是下官的主意。不必急，本府自会查明。唐通判，下官在。那朱刚如今扣押在何处？他暂时被下官扣押在通判府，由张龙、赵虎看管。那岂非于法不合？将他移来州衙大牢关押。但是，就交由陈大人负责看管，听候传唤。是，下官遵命。大人，朱刚只称程大人涉案，若是交由程大人看管，是不是不太合适？本府自有道理。程大人，下官在。你既然宣称与此事无关，倘若那朱刚脱狱而逃，或是因任何原因死在牢中，本府都将视为你蓄意杀人灭口，不但要追究官粮私藏之罪，而且要监办你杀人之罪，你可明白？下官明白。湘军副指挥郑红的下落，你必须立刻派人追查，同时发出海捕公文，将他通缉。朱刚暂押大牢，听候本府提审查明。是。只因在两岸真相未明之前，你难脱嫌疑。即日起，不许你擅离登州城，随时听候本府传唤。如若不然，莫怪本府将你依主谋罪嫌纠办治罪。是，下官遵命。恩师怎会轻易放过程元？门生实在百思不解。本府并非放过他，而是时机还未到。那些粮食就是他的罪证，就算他想推到朱刚身上，也不可能啊。既然人证物证都已齐全，在超征粮食、官粮私卖、不法图利这些罪状上，他已难逃制裁，那又何必急于一时呢？大人把朱刚交由程元看管，又逼着程元非得保证朱刚的生命安全不可。此案的确已成定局，就看大人打算什么时候办他了。不错，
战不动他，也于事无伤啊。大人，可是湘军私铸假钱一案，如果不马上追究成员，岂不是错过了大好时机？不，依本府推断，此案可能的确与成员无关。大人为什么认为与他无关呢？倘若私铸假钱，成员参与其中，又怎敢如此大胆，让本府去看演练场？如果他心知大人今天会去，昨天晚上毁灭所有证据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如果他心知本府今日必去，就不会留下假钱写字等物证，更不会杀了那些工匠，徒增本府对他的怀疑。再者，视察湘军是本府临时提出，他又怎会事先有所准备？难道真是郑红一个人干的？难说，可能连他自己都是在被人利用过后遭到灭口。本府将马汉留在现场，就是要他带着士兵，彻底循着写字清查。倘若成员并未涉及私铸假钱一案，恩师说时机未到，莫非是还想从他身上追查其他的罪状？不错，成员既然与李坤勾结，当然希望能够从他身上追查出李坤的罪行。展护卫在，必须辛苦你盯住成员的行踪，尤其是他与李坤之间的联系。属下马上去。不急，本府已派士兵乔装守在州衙，只要成员离开州衙一步，立刻会前来通知，到时候你再去不迟。是。若是那成员自知难以脱身，趁机弃官而逃，甚至孤注一掷，动用湘军不利恩师的话，岂不是难以收拾？这一点，大人也已有准备。王朝快马兼程，赶去通知禁军指挥胡方，要他立刻调派一营兵马前来，为的就是未雨绸缪。这也是本府所谓的时机，等胡方到来，方可行动。启禀大人，马汉，可有所获？回大人，在冶炼厂附近发现一堆新土，挖开之后发现有30-40具尸首。都是些什么人？有些穿着湘军军服，其中一名应该就是郑红。通知成员，带着5座衙役前去验尸立案。是，请展护卫随同前往盯住成员。是。此案牵涉已越来越大，稍一疏忽，就会让主嫌脱逃。此事不可不慎。是否对门生自作主张、公然露面而有所责怪？如果是呢？门生愿意受罚。不，凡事皆要因时因势制宜，而不能一成不变。当时你若不出面，的确可能错失良机。你处理得很好，本府毫无责怪之意。谢恩师。本府将你单独留下，是要你随时做好接管州衙的准备。此话怎讲？成员犯法已是事实，一旦将他查办，登州势必群龙无首。你身为登州通判，临时监管战代，势所难免。
在朝廷派下新任知州之前，你是责无旁贷了。这门生阅历不足，恐怕难当大任。这就不对了。有谁在初当大任之时便是阅历丰富的？便是本府当初莫不也是如此？只要一心为公，清廉自守，当可无碍。门生定当谨记恩师教诲。大人，启禀大人。那成员见过尸首之后的情形如何？成员已将一干尸首验看处理，郑红的确是死者之一，是遭人利刃刺腹而亡。展护卫因何未返？展大人唯恐成员有所行动，不及赶去，所以暗藏州衙，随时监视。如此一来，成员必定惊慌失措，倒是个契机啊！大人，大人，大人。大人，你们先出去吧。是。大人，你快想想办法放我出去吧。把你放出去，那我怎么向包大人交代呢？大人，朱刚，你的胆子也太大了，竟敢瞒着我私自藏匿官粮。可是，这都是你交代的呀。有谁能证明呢？你，朱刚，既然你已经被抓住了，你就一个人承担下来，这样我还可以帮你照顾一家老小。如果你一定要把我给扯进来，只要我死不认罪，账还是会算在你的头上。你，不过到那个时候，可就没人照顾你的家小。大人，你不能这样对我。这些年来，我一直对你忠心耿耿。那你就继续对我忠心吧。可是，你一定要想清楚。大人，大人！来人，在。叫地铺最快的急脚地将这封信火速送往京城。是。哎，等等，叫他们直接送到太师府庞太师手中，他们见到信函封套自会通报。是。慢着，切记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，立刻就去。是。
哦，程大人，你不是陪着包大人的吗？啊，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坐坐呀？庄主，下官实在是碰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，不得不来见庄主啊。有什么事说？今天，包大人在西城外的冶炼厂里，发现有人私铸假钱。哦，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胆？不止如此啊，连副指挥郑红和所有的湘军士兵全都被杀了。哦，还有呢？就这一件事儿，已经让下官感到棘手了。你身为登州知州，又兼湘军指挥，这件事让你头疼，你很难向包大人交代，所以下官才来跟庄主您商量。找我？找我管用吗？啊？难道说这件事儿就跟庄主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程大人，这就奇怪了，你怎么会以为跟我有关系呢？可是，哎，你倒是提醒了我，私铸假钱，这个主意我怎么就没有想到呢？啊，你的登州湘军当中有这样的伪造人才，我们倒是应该好好的合作呀。这可使不得啊！这要是被抓住了，是非要杀头不可的。哦，程大人，那么我们过去合作的事情，都不是杀头之罪？不是，我是说，现在这个案子包大人盯得紧，我们就是要干，也不能现在干。对，你说的很对，那就等他们走了以后再说吧。啊，可是庄主，还有别的事情吗？下官私藏了一批粮食，被包大人发现了，他迟早要追查到我头上。不知道庄主能否帮助解决此事？程大人呐，你怎么连这种事情都能够做得出来呢？我倒是一直不知道。下官惭愧，这是你跟包大人之间的事情，我一个布衣百姓恐怕帮不上什么忙吧。可是庄主，您答应过我要帮我对付包拯的。哎，我指的是涉及到那些跟我合作的那些事情，这件事情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会出面，我没有必要跟他作对啊。可是庄主，一旦我被包大人抓起来，那他势必会查到我们合作的每一件事的。程大人，我怎么听你说这话，好像是在威胁老夫呀？啊，不，我怎么敢威胁庄主？我这实在是……这件事情你自己想办法吧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庄主，庄主，程大人，你还是先回州衙吧。如果是包大人真的追查我们之间的事情，我们庄主一定会再想办法的。你还是先回州衙吧。庄主，好了啊，别想太多了。庄主，行了，好了啊，慢走啊，程大人，不送了。庄主，包大人真的在追查假钱的事，会不会？不要担心，你和段武把那些手下处理得怎么样了？段武已经把他们集合起来，马上就会把他们一起解决掉。这快，留下就是祸害。是，庄主，程元的事情真的不管？当然不管，我们不能惹祸上身呢。要是他供出和我们合作的事情，他口说无凭，包拯动不了我。是。这个程元这个时候跑到这儿来，包拯一定会派人跟踪。严冬，你去看看。要我杀了跟踪的人？我不会那么便宜你，你就当做保护我不受伤害。至于杀不杀人，那是你的事情，可不算3个名额之内啊。你倒
倒是算计得够精。大人，朋友，出来吧。为什么要跟踪我？你不是也在跟踪他吗？你是成员的人，他还不配。那你就是李坤的人。我不是李坤的人，我只是替他办事。那你为什么要跟踪我？让你不要再管李坤的事。凭什么我就要听你的？你就是严冬，你认得我不认得你。我只知道李坤的身边有一位用刀的高手，我倒想试试你的第三刀。哼，只怕第一刀你就接不住。展云都可以接住，我也一定能接住。你不用第三刀，你是摆平不了这件事的。你是在逼我？我没有逼你，我只是奇怪，辽东严家严三刀，怎么会有你这种后人？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你就是展昭。不错。想不到南侠展昭投身官府，跟了开封府的包大人。我更没想到严家的后人会跟李坤这种人。那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管。你的事我当然管不着。可是辽东严家在江湖上的声望，从此成为江湖上的笑柄。你敢侮辱辽东严家？你连李坤这种败类都可以帮他，不用我侮辱你，你先侮辱了你自己。用你的第三刀吧，否则你打不过我。你我还没有到生死相搏的时候。不过你要记住，严三刀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我严冬也绝不会给严家丢人。不错，他已经盯上你了。记得你说过，即使遇上展昭，你也能确保我的安全。我是说过。那就好。
不过我自己不死也会重伤。那是你自己的事。不错，那是我自己的事。不过再要我动手对付别人的话，我恐怕就无能为力了。那好，就先别急着动弹。不过，到了必要的时候，我可就顾不及你了。你放心，我们之间的约定是不会打折扣的。来，兄弟们多喝点，多吃点啊！敞开喝啊，多吃点啊！好，哎，马上啊！马上，来！喝！庄主为了犒赏大家，特意安排了这顿酒席，大家呢尽管的吃喝。吃完之后呢，每人可以拿1贯铜钱。来，干了！哎，兄弟们，来，听我说2句。迎宾楼正在歇业，楼里的厨房、伙计在上完菜之后，我把他们全打发走了。可是呢，楼上的姑娘却一个都没有离开。来，谁先喝完3杯的，谁就可以先上楼。来，来，都满上，都满上。依展护卫所言，那个叫严冬的武功竟然如此高强。翟云跟他交过手，应该很清楚。我只跟他试了2刀，第3刀不知道能不能接得下来。他的第3刀一定是2败俱伤的招式，不在生死关头，他是不会使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将来要去抓李坤的话，他岂不会是个阻力？还不至于。对于他，我还有点把握。启禀大人，王朝回来了。启禀大人，胡方的兵马已经进城了。好，立刻前往州衙，将成员逮捕归案。是。大人，什么事慌慌张张的？禁军进城了。什么？好端端的禁军来干什么？不知道，衙门外全是官兵。啊？这……程大人，胡指挥，你怎么把禁军带到城里来了？本座是奉了包大人之命，带兵进城替换湘军。这件事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哼，若是让你知道，岂不是有让你有了逃脱的机会？包大人，您这话什么意思？下官听不明白。本府自会让你明白。胡指挥，末将在。州衙的衙役暂且停止后传，一概由你禁军士兵替换，派人紧守4门，在未得本府谕令之前，严禁任何人擅自进出。末将遵命。包大人，来人呐！在。脱去成员的冠带，将他押入大牢，听候审讯。是。包大人，好。包大人，好。包大人，包大人。站住！干什么呢？登州传来紧急文书，要转城彭太师。
大人，这是登州我的家禽信件。哦。 包拯，你欺人太甚！启奏娘娘，什么事？庞太师求见。哦，快宣。是。 请。老臣庞吉叩见娘娘千岁，千岁。太师平身。谢娘娘。女儿见过爹爹。哦，免礼。爹，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呀？你们都退下。是。 爹，究竟发生什么事了？无论如何，你要救你表哥一命啊！啊，程元，走，走，进。你们两个暂且做个伴，明天等候包大人升堂审讯。哎，大人，您怎么也关进来了？ 我哪知道啊？那你的老小又有谁来照顾啊？你，哼，没想到你也会有今天吧？说起来都怪爹。 我和包拯一向不和。当他知道程元是我的外甥以后，他就想尽办法整他。哎，可怜的是无辜的程元呐。爹，如今程元的情形如何了？他在信函中说，包拯已经盯上他了，说不定啊会胡乱给他安上一个罪名，把他处死。 他是你姑姑的独生子，是你的亲表哥，难道你见死不救吗？我，在包拯眼里，既没有你爹这个当朝太师，更没有你这个庞妃娘娘。没想到啊，把你选进宫里，蒙受皇上的宠爱，结果是我们庞家家破人亡。爹，啊，算了算了。 爹，不为难你了。你也不要去求皇上了。程元他命中该遭此劫难，爹也无能为力。不过，爹这个当朝太师也不想当了，还是告老归隐吧，免得再牵连家里其他人。女儿啊，你要安心待在宫里。 千万别再被包拯给害了啊！哎，爹回去了。爹，等一等，爹。程元虽然触犯了国法，可是他也是我的亲人呐，我也不愿见到他被处死啊。这除了求皇上，没有别的办法呀。 女儿愿意试试看。皇上今天会在皇后娘娘寝宫，我见不到他。明天，最迟3、2天，或许能够求皇上颁下圣旨。到时候就来不及了。爹，就算皇上答应下旨，也需要一段时间呢。那，这样，爹先去登州，
能挡包拯多久就挡多久。你请到圣旨以后，就把皇上的金牌立刻送到登州啊。庄主，事情都已经办妥了，都处理掉了，都死在段武的手上，一个都没漏。段武，别不高兴，人手不够，再补嘛。啊，刁赞在。从钱庄给段武先拨50贯。是，庄主。多谢庄主。别谢我。啊。有赏有罚，啊，只要你们听话，别犯错。是。庄主，包大人把禁军都调进城了，一定是程元出事。我们要不要先做准备？用不着，我们只是商人。即便是程元把我们供出来，我们推说不知道，哼，包拯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，他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。可是，毕竟有很多事情是明显的官商勾结呀。你可以说是官商勾结，也可以说是受官府的势力强迫。那有谁能证明呢？啊？庄主真是高明啊。不过这阵子你们要收敛点。我虽说不怕包拯，但是也没必要惹麻烦上身呐，明白吗？是。等他们离开登州，无论下一任的知州是谁，我都有办法尽快的恢复原样。哼，我就不信这天底下有不外钱的官儿。汤真，门生在。程元已被收押，依照朝廷体制，你这登州通判，理当代理知州之职，待全案终结，上报朝廷之后，则会派遣新任知州，到时候你再进行交接。是。明日起，本府将会审讯程元、朱刚，并逐一追查李坤涉案部分。你忙于州务即可，不必参与。州衙里头能够有什么事呢？事情可多了。首先，要从现有的官员当中挑选能够适用的人，也可以给唐大人不少帮助。至于人选方面，可以询问杜委那些退休官员，甚至可以请他们来帮忙。对，他们一定能够提供不少的经验。还可以清查州衙的文书和旧案，说不定可以从中知道程元和李坤官商勾结的证据。你刚来的时候，他们给你的文书账册一定有假，现在可以仔细的核对验证了。如果调仵作问话，也可以知道上任通判的死因和当时的症状。我们也可以查出他们是否和吴银骰有关。哎呀，这么说起来，可做的事情可真多呀！公孙先生，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。能做的事情不但多，而且管用。大人，看来唐真真的可以当一个不错的官。大人，像程元那样的官僚私卖、从中图利，会判什么样的罪？在我大宋律例之中，刑罚轻重不等。依
这项罪行来说，罢官去职总是免不了的。啊，就这么便宜了他？还要是情节轻重，判他个5年到10年的刑期。哦，可是他的罪行不仅如此，大人，难道你打算只办他这一项罪行吗？当然不会。若依那些退休官员所言的罪行，程元只怕是死罪难逃。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岂不是让人愤恨难消？詹姑娘，刑罚的主要目的在刑事警俗，而并非单纯的出气泄愤。若因为惩罚一个作奸犯科之人，能够让大多数的人引以为戒，那才是刑罚的真正目的，也就是所谓的刑期非刑的道理。可是除了粮食问题之外，我们还没有掌握程元其他的罪证。如果现在把他关起来，其他的罪行又怎么追查呢？提得好，这就是本府要唐真接手州衙的原因。他可以从州衙的文书案卷之中查出有用的资料，我们也可以利用审讯程元之时，挖取更多的罪行。大人，程元跟李坤既然相互勾结，如今程元已经押在大牢，那李坤应该有所举动才对。不错，胡方的兵马守住城门，防止李坤逃出城外。我们也必须密切地监视他们的行踪，甚至于前去试探于他，来确认他的动向。如果严冬保护他逃走，守城的士兵一定挡不住他。大人，还是我去盯着他吧，盯住严冬就没问题了。那就有劳展护卫。是。大哥他就是这样，决定的事情就要马上就去。自从展护卫跟随本府办案之后，想必不如在江湖之中来得惬意呀。大哥他心甘情愿，而且也做得很好。要是换作是我就不行了。哦，展姑娘虽然经验稍显不足，却已经难能可贵了。多谢大人夸奖。你可以休息了。我在等你。等我？不错。我要知道，你是不是打算离开登州？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包大人已将登州城4座城门封闭，防止你逃走。我为什么要逃跑？他抓程元是假，抓你才是真。我们又没有把柄在他手里，哼，他抓不了我。我说过，还有刁赞和段武。我也说过，他们2个人是不会出卖我的。刁赞也许不会，段武，就很难说了。那是你平时老是看他不顺眼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唐真能从无影伞底下逃出一死，那去毒之人，难道就不知道他中的是什么毒？知道又怎么样？知道无影伞之后，就可能查出段武，再加上程元的证词，你能确认构不成抓你的证据？如果你想要逃出登州，趁早决定，我还有把握把你带出去；否则，就很难说了。
要审讯成员，你可都准备好了？都准备好了。明日必须对他用点策略，否则他不会轻易照顾。是，学生明白。学生也已经知会展姑娘了。那就好。大人，可是为了如何抓到李坤的罪证而苦恼？不，虽然并不容易，但是只要花点心思，不难查出。本府担心的是陈元。学生不明白，大人担心什么？以陈元和庞太师之间的关系，恐怕一旦处置了陈元，本府与庞太师之间的矛盾只会越来越深。大人是担心遭人非议，误以为大人是蓄意针对庞太师，而将程元治罪的。不，本府执法一生，向来对事不对人。若是计较人言，也不会办案至今。对本府而言，只要问心无愧，毁誉得失都无足轻重。既然如此，大人又何须顾虑呢？庞太师虽是父以女贵坐上太师之位，但既然同朝为官，总不能交相攻讦，那岂是朝廷之福？程元一案，只怕会雪上加霜，今后难有明日了。大人一心为国，天下皆知，想必皇上心中也都明白。皇上虽贵为一国之君，却难免也要顾及庞娘娘的颜面。大人是皇上，为了登州通判之事才被派来登州的。正因为程元和庞娘娘的关系，无人敢查办此案。倘若大人将程元治罪，无论庞娘娘的反应如何，皇上都应该力挺大人才是。倘若仍然听信庞娘娘的谗言，岂不是令人心寒？臣论君妃有悖纲常，此事不提也罢。是，学生失言了。无论如何，程元既然涉案，就该依法惩处，其他皆不足虑。即使如此，触怒了庞娘娘，而遭皇上斥责，本府也甘之。请皇上做主。爱妃，皇上。爱妃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来，快起来。快跟我说说，是谁欺负你了？皇上，是包拯包大人。爱妃瞎说，包大人已出京数日，何来对爱妃有所不敬啊？皇上，包拯可是奉旨去了登州。是啊，是朕命他巡视海防边境的军务啊。可是他却去了登州城查程元的州政。皇上，程元乃是臣妾的表哥啊。这个朕当然知道，不过朕也命包拯顺便看看登州的州政。怎么，他找程元的麻烦了？皇上，包拯和臣妾之父庞太师素来不和。包拯去了登州城，假公济私，要将程元处斩，请皇上做主。这个包拯也太过分了。爱妃可知那程元是犯了什么样的过错，包拯非要将他处死？皇上，包拯为了报复臣妾之父，就胡乱给程元安上一个罪名。
皇上，请立刻下旨去登州，救成员一命。哎，爱妃，你先别着急，此事爱妃是如何得知？可确有此事？是太师说的，皇上再不下旨就来不及了，臣妾跪求皇上了。好，朕答应你就是了。你快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来人，在。宣王丞相进宫。是。庞顺，快点儿，给我再加快呀！快点，知道吗？快呀！皇上决定要下旨去登州。不错，朕不能让包拯真把程远给杀了。可是，王丞相，包拯在离京之时，你可曾按照朕的旨意交代过他？回皇上，老臣的确交代过包大人，叫他无论如何依法而行，查出登州，通判一案。好，朕让他查案，他却杀人，你说朕能不下旨阻止他吗？皇上，或许那程元的确是犯下了死罪呀。不，庞太师却说他有假公济私、报复之嫌。皇上，老臣敢与性命担保，包大人绝不会假公济私、公报私仇啊！朕当然也知道，包拯绝不至如此，怎奈……皇上莫忘了，当初皇上下旨令包大人前往登州，就是因为朝中百官无人敢查，无人敢办。如今包大人查出那程元有罪，而皇上却又下旨不让他办。所谓君无戏言呐，老臣唯恐皇上会因此而失信于臣呐。王丞相，你先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朕不是阻止包拯办案，只是那程元果真犯下了如此大罪，可以移回京城再办，也不至于急着将他处死啊。皇上，这样吧，那程元果真犯下死罪，朕绝不姑息。不过要包拯暂停执行死刑，待回京后再议。朕意已决，待朕修旨一到，你以金字牌醉素剑送抵登州。老臣遵旨。跪下！包大人，下官实在是冤枉啊！本府尚未问你的罪，你又何来冤枉可言？包大人没问小人的罪，就把下官打成罪犯，下官实在是不能心服。哦，依你之言，可是要本府现在就将你问罪？依照朝廷体制，没有问罪之前，包大人，您是没有权利除去下官的朝廷官带、知州官职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本府就传令升堂审讯。大人，可否容学生跟陈大人说几句话？说吧。是。程大人，包大人让你来厅中问话，对你来说已经是网开一面了。倘若一旦升堂问罪，
请出那先斩后奏的御赐铡刀，只怕程大人当堂就得命丧在虎头铡下。别跟他说那么多了，就请大人赶快升堂吧。哎，包大人，饶命啊，包大人！程远，你怎么说？下官知错了，请大人就在厅中问话吧。下官有问必答，绝不敢隐瞒。好，本府问你，私藏官粮的究竟是你还是朱刚？是朱刚，下官并不知情啊。胡说！官府查封的民宅，分明贴着州衙加盖官房的封条，没有你的命令，谁敢用印？衙中的捕快衙役，虽说是朱刚下令搬运粮食，然而却有多人指认，见你前去查看，你又岂能推说不知？下官，朝廷规定缴粮多少，你抄征又有多少，不难从州衙文书账册与农村农户缴粮记录比对查出，你又怎敢抵赖？包大人，下官知错了，下官是一时起了贪念，下官坦白认错，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从轻发落？哼！以本府之见，你是死罪难逃。包大人，下官纵使有罪，也罪不至死啊！超征粮食，贪赃图利，或许罪不至死，然而你却仍旧犯下必死之罪。大人，本府问你，唐真唐大人所中之毒是谁下的？这下官不知啊。徐谦徐大人又是如何死的？他是寿终正寝的，公孙先生验过尸的。当时我就已经知道，徐大人是死于无影散之毒，只是没有告诉程大人罢了。啊！还有那前任通判入心，以及好几位退休官员之死，恐怕你也难逃罪嫌。包大人，这个小人不知啊，这都是李坤派人干的。展姑娘，这李坤可是你曾向本府提及的钱庄庄主。是啊，这位四海钱庄的李庄主，好像和程元的关系非比寻常啊。不，小人一向是以官府身份同他往来的。不论你是以何种身份与他接触，你又怎会知晓是李坤派人下的毒？难道是你与他同谋，或者根本就是你支持下毒？不是，包大人，我实话实说，那都是因为他们妨碍了我跟李坤生意上的合作。我询问他该如何处置，是李坤自己说要毒死他们，小人实在不是主谋啊。那李坤又是派何人下毒？银沟毒坊的段武。至于私铸假钱一案，你依然难脱嫌疑。倘若被本府查出是你主使铸造，再杀害郑红等30-40条人命，程元，你万死也难赎其罪。包大人，这件事情的确跟小人无关啊。小人也怀疑是李坤他干的，所以也尝试着问过他。他如何回答？你又怎会问他？他不肯承认，不过的确是他让小人叫郑红去见刁赞的，所以我就怀疑这件事儿与他有关。那刁赞可是四海钱庄的掌柜，就是他。程远，你的
证词，本府将会作为呈堂证供。你可明白？小人明白，还请包大人从轻发落。哼，公孙先生，学生在，让他画押。程元被关押之后，李坤的反应如何颇为重要。本府要你前去试探一番，也好准备好因应对策。是，不知道恩师想要试探他哪些反应？看他是有恃无恐，亦或是惊慌失措，是胸有成竹，亦或是方寸大乱。不妨以程元坦诚关张勾结之事作为试探，听听他的说辞。更重要的是，根据他的反应来推断他可能的动向。是，门生稍后就去。为防万一，本府会派张龙、赵虎陪你前去。大人，那我呢？少了我可不行啊！当然少不了展姑娘，真正保护唐真安全的，非你不可。我就知道唐真这辈子都少不了我。我说，我啊，展姑娘，你只要特别留心严冬就行了。张龙、赵虎可以对付其他的人，绰绰有余。我知道。展护卫一直在李坤府外守候，如有需要，可以请他接应。你们去吧。是。是。展云什么时候恢复了女装啊？不但如此，他还刻意修饰打扮了一番。这么说，大人，学生的确没有看错。但愿他那率直的个性，能够帮助他度过这一段情过。找你们李庄主。是。唐真要见我，请他进来。是。他来干什么？如果要抓你，来的必定是包大人。哼，他根本就没有证据抓我。哼，我倒要看看他打的是什么主意。几位里边请。请。哎呀，唐大人，哈哈，稀客稀客稀客呀！请请请，请坐请坐。哎呀，哈哈哈哈哈。李庄主，这位是展云展姑娘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记得记得，当然记得。不过，展公子却变成了展姑娘。不管是公子还是姑娘，我想李庄主都不太愿意见到我吧。哎呀，展姑娘的言辞还是那么的犀利无比呀。哦，那要看是对什么人了。哎，这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不知唐大人过府有何指教啊？程元阴暗被压，想必李庄主必有所闻吧？哦，竟有此事，老夫还是真的不知道。不管你是不是知道，
从今天开始，登州州衙已由本官暂代管辖。今天特来告诉李庄主，那要恭喜唐大人了。那李庄主是不是要像对程元一样，给唐大人也在钱庄里开个户头啊？展姑娘此话何解？老夫怎么听不明白呀？哎，你忘了上回我们在此地的对话了吗？啊？哦，展姑娘指的是这个呀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唐大人竟然亲自出马，向我这种殷实的商人索要贿赂。李庄主，唐大人，无论你打算怎么样对待老夫，老夫自经商以来，一向是脚踏实地，将本求利。唐大人若是向老夫索贿，哼，老夫是绝不接受。唐大人并没有向你索贿，而是你和程元之间，我从未给过程大人任何贿金。你钱庄里没有他的户头？当然没有。唐大人，若是不信，请立马到钱庄里去查。那倒不必，我相信查不出什么来。哎呀，多谢唐大人对老夫的信任。